想象一个世界，没有贫穷，没有疾病，没有饥饿，没有资源短缺，食物堆积如山，水源永不枯竭，住所宽敞舒适，生活宛如天堂。这是人类自古以来追逐的乌托邦，一个完美的社会。然而，如果告诉你这个天堂可能成为灵魂的牢笼，甚至将整个物种拖入灭亡的深渊，你会相信吗？1968年，一场实验揭开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。它的名字叫25号宇宙。这个实验不仅震撼了科学界，还像一记重锤敲响了人类未来的警钟。它告诉我们，乌托邦的幻想可能正是通向地狱的陷阱。今天，我们将带你走进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深入探索一个老鼠乌托邦的兴衰，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的深刻警示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天堂如何在1780天内崩塌的秘密，探寻它与人类命运的惊人关联。1968年7月9日，美国动物行为学家约翰·卡尔霍恩 John B. Calhoun 站在马里兰州一个农场仓库的2楼，凝视着他呕心沥血打造的金属盒子。这个盒子长 2.57 米，宽 2.57 米，高 1.37 米，被他命名为25号宇宙。为什么叫25号？因为这是他第25次尝试建造一个老鼠的理想国。此前的24个宇宙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灭亡，但那些实验规模较小，条件不够完美。卡尔霍恩始终相信，失败的原因在于空间和资源的限制。这一次，他决心打造一个真正无懈可击的乌托邦，排除所有外部干扰，观察老鼠在一个没有匮乏、没有威胁的环境中会如何演化。这个金属盒子堪称老鼠的终极乐园。它的内部被均匀划分为16个扇形区域，每个区域配备独立的饮水器、食物槽和256个巢穴，每个巢穴足以容纳15只老鼠。按照卡尔霍恩的精确计算，这个空间能轻松容纳3840只老鼠，而不会出现拥挤。水资源可支持6144只老鼠，食物槽则能满足9500只老鼠的需求。换句话说，除非老鼠数量达到天文数字，否则资源永远不会短缺。为了确保实验的纯净性，卡尔霍恩消除了所有可能干扰的因素。实验开始时，他引入了8只老鼠、4只雄鼠和4只雌鼠，年龄仅48天，经过严格的健康筛选，确保没有携带任何疾病。盒子内的温度通过风扇和供暖系统恒定在20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，通风良好，清洁人员每天打扫，确保没有细菌滋生。没有天敌，没有自然灾害，没有任何生存压力。老鼠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情享受这个天堂般的生活。卡尔霍恩的实验灵感源于他对人口密度和行为的长期研究。早在1947年，他就进行过类似实验，在一块种植了大量谷物的地皮上放入几只怀孕的雌鼠，观察它们在没有天敌、食物充足的环境中如何繁衍。结果令人费解，尽管环境足以支持5000只老鼠，种群数量却从未突破200只。后来，他发现老鼠的行为出现了异常，同性行为，母鼠忽视幼鼠，种群内暴力频发。这些早期实验为25号宇宙奠定了基础，但卡尔霍恩相信，只要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优越的条件，老鼠就能实现无限繁衍。他的目标是回答一个终极问题：在一个没有匮乏、没有危险的乌托邦里，物种会如何演化？它们的种群会无限扩张，还是会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走向崩溃？答案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。繁荣的假象。实验开始后，8只老鼠迅速适应了这个梦幻般的环境。它们像人类社会的开拓者一样，划分领地，择偶交配，生活井然有序。第104天，第一窝幼鼠出生，标志着25号宇宙正式进入繁殖阶段。从第100天到第315天，种群进入了一个爆炸式增长的时期，
卡尔霍恩称之为发展期。在这段时间，平均每55天，老鼠数量就会翻倍，从8只增加到20只、40只、160只、320只，最终达到620只。这个阶段的25号宇宙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乌托邦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老鼠们在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滋养下繁衍迅速，领地划分清晰，社会秩序井然，仿佛在演绎一个物种的黄金时代。然而，繁荣的表面下，裂痕已经悄然浮现。卡尔霍恩和他的团队注意到，尽管16个区域设计的完全对称，幼鼠的出生分布却极不均衡。西南角的领地252天内诞生了111只幼鼠，而东北角仅13只，差距高达 8.5 倍。原因何在？答案是弱肉强食。强壮的雄鼠凭借体力和竞争力，占据了靠近食物槽和饮水器的优质领地，吸引更多雌鼠，繁衍更多后代。而若是雄鼠被排挤到角落，难以找到配偶，生育机会寥寥。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即便在资源无限的乌托邦，社会分化依然不可避免。强者占据优势，弱者被边缘化，种群内部的阶层分化开始显现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。即使在资源丰富的现代社会，财富、机会和权力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贫富差距、教育不公、职场内卷，这些现象是否也在重演25号宇宙的弱肉强食？卡尔霍恩的实验似乎在暗示，社会分化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，也可能是乌托邦的隐患。这种分化会带来什么后果？25号宇宙的故事即将揭开更黑暗的一面。乌托邦的裂痕。第315天，25号宇宙的繁荣戛然而止，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停滞期的阶段。种群增长速度从55天翻倍骤降到145天翻倍，人口在第560天达到顶峰2200只，远低于3840只的理论上限。卡尔霍恩起初以为增长放缓是因为空间或资源不足，但检查后发现，巢穴仍有 20% 空置，食物和水源依然充足。问题不在于物质，而在于社会本身。25号宇宙的乌托邦假象开始破裂，隐藏在繁荣背后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。首先，社会角色的饱和成为致命问题。在自然环境中，成年老鼠会接替老一代，承担保护领地、繁衍后代的责任。如果领地饱和，多余的老鼠会迁徙到新区域，开辟新的生存空间。但25号宇宙是一个封闭的金属盒子，迁徙无从谈起。当领地内的社会角色，比如领地守护者或繁殖者，被老一代老鼠占据，年轻雄鼠发现自己无事可做。它们没有领地可守，没有雌鼠可追求，逐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。这些多余的雄鼠开始聚集在盒子中央，变得孤僻、冷漠，拒绝与任何老鼠互动。它们的日常仅限于吃饭、睡觉和梳理毛发，像是失去了目标的行尸走肉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些雄鼠开始表现出隐形的暴力。它们平时呆滞不动，仿佛进入了某种催眠状态，但一旦被打扰，比如其他老鼠不小心碰到它们的尾巴，就会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攻击性，疯狂撕咬对方。诡异的是，被攻击的老鼠往往不反抗，只是默默承受，然后在下一次被激怒时以同样的暴力回击。整个中央区域变成了一个充满伤痕的无人区，老鼠的尾巴上布满咬痕，触目惊心。卡尔霍恩将这些聚集在中央的雄鼠称为失落者，他们既没有社会地位，也没有生存动力，唯一的行为就是在冷漠与暴力之间切换。与此同时，雌鼠的行为也开始异常。由于雄鼠不再有效保护领地，哺乳期的雌鼠被迫承担起守卫巢穴的重任。它们必须一边哺育幼鼠，一边对抗入侵者，巨大的压力让它们变得异常暴躁。一些雌鼠开始攻击外来老鼠，甚至对自己的幼鼠下手。
许多幼鼠被咬伤、抛弃，甚至在卡尔霍恩的统计中神秘消失。更极端的雌鼠选择完全放弃哺育，躲进高处的巢穴，过上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，像是老鼠世界的隐士。这些隐居的雌鼠没有暴力的痕迹，也没有社交的欲望，它们只是静静地梳理毛发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美丽鼠的出现。这些老鼠主要是雄性，彻底放弃了竞争、交配和社会交往，专注于梳理自己的毛发，保持完美的外表。它们没有伤痕，毛发光滑，看起来像是实验室的完美标本，但内心却空洞无比。卡尔霍恩形容它们像失去了灵魂的躯壳。这些美丽鼠对一切漠不关心，只沉浸在自我满足中，拒绝与异性接触，甚至对其他老鼠的存在视而不见。它们的出现象征着25号宇宙社会活力的彻底丧失，仿佛在宣告乌托邦的崩塌已经不可逆转。乌托邦的终结。第560天，25号宇宙坠入了死亡期。最后一只幼鼠在第920天出生，此后种群再无新生。老鼠数量从2200只开始缓慢但不可逆的下降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雌鼠的生理周期陷入混乱，受孕率骤降，甚至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：怀孕的雌鼠身体会自行分解胎儿，像是拒绝新生命的到来。幼鼠的存活率低至 4%， 许多被母亲抛弃或杀死。更可怕的是，社会结构彻底瓦解。雄鼠不再守护领地，雌鼠变得极端暴力，甚至出现同性或无差别交配的犯行者。这些老鼠在发情期不分性别、年龄，疯狂求偶，若求偶失败，则暴力攻击对方。一些老鼠开始啃食同伴，不是因为饥饿，而是出于一种心理变态。整个25号宇宙陷入一片混乱，暴力、冷漠和自恋交织成一幅末日图景。卡尔霍恩的团队尝试寻找转机，他们曾希望，当种群濒临灭绝时，会有一小群老鼠振作起来，重新繁衍，挽救25号宇宙。但这种幻想从未实现。到第1588天，幸存老鼠的平均年龄已达到776天，远超繁殖年龄。雌鼠早已过了绝经期，雄鼠也丧失了生育能力。1973年5月23日，第1780天，最后一只雄鼠死亡，25号宇宙彻底灭绝。卡尔霍恩的同事马斯登博士曾尝试将美丽鼠转移到新环境中，甚至引入正常老鼠，希望它们能恢复社交和繁殖能力，但结果令人绝望。这些老鼠的内心已永久关闭，它们对异性、社交乃至生存本身都失去了兴趣。它们的灵魂早已死去。卡尔霍恩在实验末期拍摄了一张经典照片，他站在空荡荡的金属盒子中，周围仅剩122只老鼠，眼神呆滞，动作迟缓。曾经充满生机的乌托邦，如今只剩一片死寂。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25号宇宙的终结，也成为了人类社会潜在危机的象征，灭亡的根源。卡尔霍恩将25号宇宙的崩溃归结为行为沉沦 （behavioral sink）， 这是一个他专门为实验创造的术语。他认为，当社交密度过高且生存压力为零时，物种会因心理崩溃而走向灭亡。以下是导致行为沉沦的几个关键因素。首先，社交密度过高是罪魁祸首。社交密度指的是个体间的互动频率和强度。在25号宇宙中，尽管空间足以容纳3840只老鼠，但在2200只时，社会已不堪重负。老鼠无法拥有私人空间，每时每刻都被其他老鼠的动作、
气味和声音包围。社交变成了一种负担，导致孤立、暴力和冷漠。卡尔霍恩发现，即使巢穴仍有 20% 空置，老鼠依然感到拥挤，因为心理空间已被过度压榨。其次，社会角色的饱和加剧了危机。在乌托邦中，老一代老鼠因食物充足、没有疾病而长寿，长期占据了领地守护者和繁殖者的角色。年轻老鼠无处施展，失去目标，变得迷茫。他们无法融入社会，只能选择退缩或暴力，最终放弃一切。卡尔霍恩将这种现象比喻为社会僵化，即社会结构失去流动性，导致新生代被边缘化。第三，情感的消亡切断了社会纽带。在自然环境中，亲情、爱情和友情是物种生存的基石。老鼠会通过合作抵御天敌，通过繁殖延续种群。但在25号宇宙，生存压力为零，老鼠不再需要依赖彼此。母鼠抛弃幼鼠，雄鼠拒绝求偶，社交关系变得多余。年轻一代在缺乏情感的环境中长大，变得冷漠自恋，无法建立正常关系。卡尔霍恩在一次解剖实验中发现，148只雌鼠中仅有 20% 有受孕痕迹，而正常情况下，这一比例应接近 100%。这表明，老鼠不仅失去了繁殖的意愿，连生理能力也在退化。最后，意义的丧失是行为沉沦的终极推手。当一切需求被满足，老鼠失去了奋斗的动力。它们不需要觅食，不需要逃避天敌，不需要建造巢穴，生活变得毫无挑战。卡尔霍恩认为，这种空虚感催生了美丽鼠和暴力行为。老鼠们沉迷于梳理毛发，不是为了吸引异性，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白。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，没有梦想，最终导致种群灭绝。25号宇宙的警示。25号宇宙的悲剧并非遥不可及，它与人类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卡尔霍恩的实验不仅是一个科学故事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现代社会的潜在危机。以下是几个值得深思的关联。首先，人口密度与心理健康的危机。现代社会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，社交密度激增。地铁里的拥挤，职场的内卷，社交媒体的过载，让人们感到窒息。在日本、韩国等高密度国家，低生育率、老龄化和躺平现象已十分普遍。日本的宅男足不出户，靠父母供养；韩国的年轻人面临3个钱包、父母、祖父母和自己的压力，选择放弃婚姻和生育。这些现象令人联想到25号宇宙的美丽鼠和失落者。2020年，全球 60% 的国家生育率低于 2.1 的世代更体现，发达国家几乎无一幸免。人类正面临人口萎缩的危机，而高密度的城市生活可能是重要推手。其次，物质满足的陷阱。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让许多人衣食无忧，但也带来了低欲望和空虚感。中国的啃老族、西方的尼特族、澳大利亚的袋鼠族都反映了在物质满足后精神世界的崩塌。2018年，日本政府调查发现，全国有超过100万宅人，其中 60% 以上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。他们从1990年代开始宅，至今已20多年。这些人拒绝工作、社交和婚姻，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与美丽鼠如出一辙。卡尔霍恩的实验提醒我们，物质富足可能削弱人类的奋斗动力，导致社会活力的丧失。第三，社会角色的争夺。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，精英阶层占据了大部分资源和机会，底层年轻人感到无路可走。教育成本飙升，房价高企，职场内卷，让许多人放弃梦想，选择躺平。卡尔霍恩的实验表明，如果年轻一代无法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，社会将陷入僵化，最终失去未来。在25号宇宙，
年轻老鼠因无处施展而退缩。在人类社会，年轻人的低欲望可能是对无望未来的无声抗议。第四，情感的淡化。社交媒体让人们看似紧密相连，实则更加孤立。朋友圈的点赞、短视频的刷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在快节奏生活中被稀释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居、丁克或拒绝社交，全球单身人口比例持续攀升。根据2024年联合国人口司数据，全球约 30% 的成年人处于单身状态，发达国家如日本、韩国和欧洲的比例更高，部分地区超过 40%。卡尔霍恩的实验揭示了情感纽带的重要性。当社会失去连结，个体将陷入冷漠和自恋，最终导致集体崩溃。卡尔霍恩的预言在50年后愈发显现。全球生育率从1960年代的每位女性5个孩子下降到2024年的 2.3 个，发达国家普遍低于 2.1 的世代更替线。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，日本生育率为 1.2， 韩国低至 0.78， 欧洲多国徘徊在 1.4 左右。老龄化加剧，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失去兴趣。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，全球233个国家中，近 65% 的国家生育率低于 2.1， 人类正站在人口萎缩的十字路口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卡尔霍恩的行为沉沦现象已在人类社会显现。监狱、医院、宿舍等高密度封闭环境常被心理学家观察到退缩、暴力和冷漠。2020至2023年的新冠疫情期间，全球封锁导致许多人在家中长时间相处，家庭冲突上升，焦虑和抑郁病例激增。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报告称，全球心理健康问题增加了 25%。这些现象都在提醒我们，25号宇宙的悲剧可能离我们并不遥远。人类的出路。25号宇宙的灭亡并非不可避免。卡尔霍恩在论文中提出了解决方案，追求生命树。他借用圣经的意象，暗示人类需要信仰、梦想和目标来对抗行为沉沦。以下是几条可能的出路，旨在帮助人类避免重蹈老鼠的覆辙。第一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，人类需要私人时间和独处的能力。城市规划应注重绿地、公园和低密度住宅，减少拥挤感。家庭应避免过度拥挤，给每个人留出独立的空间。心理学家发现，当家庭人口密度超过房间数时，退缩和攻击行为会显著增加。疫情期间，许多人因长时间困在家中而感到烦躁，这正是社交密度过高的表现。保持适度的社交距离，不仅能缓解压力，还能保护心理健康。第二，赋予社会角色。社会应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，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价值。教育公平、职业多样化、创业支持都是打破社会僵化的关键。政府和企业可以推出青年发展计划，比如低息贷款、职业培训和灵活就业政策，帮助年轻人融入社会。在25号宇宙，年轻老鼠因无处施展而退缩，人类社会若能为新生代创造更多可能性，就能激发他们的活力，避免美丽鼠的悲剧。第三，培养情感连结。真实的社交活动应取代虚拟世界的依赖。社区可以组织文化活动、志愿者项目和兴趣小组，促进面对面的交流。家庭教育应注重亲子关系，父母应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，而不是依赖电子产品。社会应倡导互助文化，比如邻里互助、慈善活动，让人们感受到彼此的温暖。在25号宇宙，情感的消亡导致社会崩溃，人类社会若能重建情感纽带，就能抵御冷漠和孤立的侵蚀。第四，追求梦想与意义。物质满足只是基础，人类需要更高的目标来赋予生活意义。艺术创作、科学研究、体育竞技、
探索未知，都是激发梦想的方式。埃隆·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正是人类追求梦想的象征。卡尔·霍恩认为，梦想是物种生存的动力，没有梦想的物种注定灭亡。个人层面，每个人都应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目标，哪怕是简单的爱好，比如园艺、写作或旅行，都能让生活充满意义。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国，经济并不发达，却被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。不丹人信奉佛教，注重与自然的和谐，保留传统文化，强调心理福祉。1972年，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理念，认为幸福比 GDP 更重要。这一理念后来被联合国采纳，激励了许多国家反思发展模式。不丹的经验表明，信仰、文化和社区连结能有效抵御行为沉沦。反观日本，其高密度和物质富足已让草食男、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成为社会顽疾。如果不采取行动，日本可能成为25号宇宙的现实版。25号宇宙的悲剧告诉我们，乌托邦并非天堂，而是地狱的伪装。当一切需求被满足，物种可能失去奋斗的动力、情感的连结和社会的意义。卡尔·霍恩的实验不仅是一个科学故事，更是一面警钟，提醒我们在追逐完美的同时，别忘了守护我们的灵魂。25号宇宙的1780天，从繁荣到灭亡，浓缩了一个物种在乌托邦中的兴衰。它揭示了一个悖论：物质的极致满足可能带来精神的极致空虚。今天，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城市化、智能化、福利社会的进步让我们接近乌托邦，却也让我们离行为沉沦更进一步。全球生育率的下降、老龄化的加剧、年轻人的低欲望，都在敲响警钟。25号宇宙的结局并非人类的宿命，但它提醒我们，没有梦想、没有追求、没有连结的社会，注定走向灭亡。你是否也感受到生活的空虚？是否在高密度的社交中迷失自我？是否为未来感到迷茫？25号宇宙的故事邀请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卡尔·霍恩在实验结束时写道，人类的进化是一条通向生命树的道路。他相信，只要人类把握住梦想和信仰，就能闯过难关。让我们从25号宇宙的悲剧中汲取教训，拒绝沉沦的诱惑，拥抱奋斗与连结。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，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命树，那份让生活有意义的目标。或许是爱一个人的勇气，或许是创造一件作品的热情，或许是探索宇宙的梦想。无论是什么，让我们带着它走出乌托邦的陷阱，奔向一个真正有灵魂的未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